大家好，我是大唐。最近特斯拉的股价一直在低位徘徊。3月15日，股价跌到了161块，离154的重要支撑咫尺之遥。虽然勉强被拉回，但是相比大盘可以说是弱鸡到了极点。很多朋友就问我，怎么看待特斯拉未来的走势？是否还可以相信特斯拉再铸辉煌？今天这期节目，我就给大家分析分析我对特斯拉的看法。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目前特斯拉正处在一个低迷的阶段。在中国异常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特斯拉不得不采取降价的措施来保持竞争力，以维持市场份额。这招的效果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刚刚公布的2024年2月中国纯电动车销售排行榜，特斯拉的 Model Y 力压比亚迪海鸥，抢回头把交椅。然而，表面的风光背后付出的却是高昂的代价。由于华尔街只在乎高科技企业的利润率和销量增速，降价导致毛利率的不断下滑和销量的不确定性，给特斯拉的股价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个美股市场曾经的宠儿，好像一下子变成了市场的弃儿。逢高做空特斯拉，成为了当下投资者普遍的认同。我身边的日内交易员们，每天都能从特斯拉股价的走低中赚取不菲的利润。他们甚至调侃，特斯拉要是再不搞出点东西来，股价就真向福特看齐了。那么位列纳斯达克高科技七雄之一的特斯拉，难道真的已经脱去了科技的外衣，沦为了一个传统的造车企业了吗？下面我们先从高科技企业发展的规律聊一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腾飞的以美国硅谷为代表的软件型高科技企业，他们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分3步走。第一步就是鼓吹科技噱头，给大家勾画一个美好的愿景。这一步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募集启动资金。硅谷正是云集了数以千计的对未来怀有梦想并勇于实践的创业公司，才吸引了大量希望在未来会有100倍、1000倍投资回报的产业资本。这些投资者就像当年西晋时代从世界各地不远万里来到旧金山淘金的投机者一样，只不过今天大家挖掘的是人类的知识和创造力这座金山。正是有这个大饼的存在，当其他国家的企业还在向政府、银行融资的时候，硅谷已经是几亿、几十亿级别创投融资的天堂。而特斯拉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孕育出来的。马斯克把特斯拉渲染成世界第一电车品牌，从种子基金开始，到1级市场发行，再到2级市场上市，整条融资链为特斯拉第一阶段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同时又分担了特斯拉作为初创企业的巨大风险。当然，特斯拉有一点和传统的创投资本思路不一样的就是，传统资本主要以炒作虚拟资产、炒智商税为主，而特斯拉是一家生产制造型的重资产投资企业。这个特点使得特斯拉在硅谷初创企业中属于特立独行的一个。唯一可以比较的就是当年的亚马逊，因为如果你是重资产项目，那么你就要造工厂、造仓库，你要横跨制造业和科技业。而要在这2个行业都成为领先者，对任何企业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苹果公司严谨一点说，也是横跨这2个行业，但苹果所涉及的是轻工业，行业深度远不及汽车工业。亚马逊早年通过物流起家，在制造层面深度甚至还不如苹果。只有特斯拉一上来就直奔工业发展及大成者的汽车行业。所以要想成为这个领域的王者，到底有多难，投入要有多大，可能很多朋友是想象不到的。电动车行业的行业标准基本上就是特斯拉一家建立的。现在华夏大地上所谓百花齐放的电动车品牌，哪一个不是跟随特斯拉的脚步，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当然，你可以模仿，坚持拿来主义，但如果你根本就没有在研发上进行大量长期的投入，那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起初的时候，你可以做噱头，上各种营销手段，吹彩电、冰箱、大沙发，但是到了最后，真正开始量产了，能不能控制好成本才是关键。因此，我们说一个重资产的制造型车企，量产才是重中之重。在第2个阶段，科研不是第一位的，量产才是第一位的。只有量产才能够有价格，有全产业链的整合，你才能够有价格的优势。在这个阶段，对于电动车这样的科技型企业，老百姓消费者只看量产规模，只看你当年许下的承诺，吹大的牛皮能不能实现。如果你继续吹汽车外形100公里加速，而不真正拿出研发成果，
比如像样的三电系统，一定不会得到市场的认可。就像当年走到第2阶段的亚马逊，如果还继续搞噱头，如果还继续搞营销，还每年花几千万给 marketing 的部门，它早就破产了。所以第2步一定是重资产的量产。前期的研发可以大踏步的让你整个的生产制造的成本更低，而效率却更高。但是在这个阶段，财务报表会比较难看，因为你还在不断的进行研发投入。这一切都是保证横跨工业、科技业的企业进入第3个阶段以后，可以有足够撑起高估值的实力。没有下过苦功夫的企业，在第2个阶段的财务报表是很漂亮的，但因为你没有研发投入，从长远来看，你几乎没有持续高增长的潜力。甚至乔布斯时代的苹果当年都做不到一举两得。特斯拉如今就在这个阶段，为了让其销量最大化的适应产能，以达到最高效率，马斯克不惜牺牲毛利率以维持市场份额。正是这种卧薪尝胆，当恶性竞争结束以后，马斯克会成为电动车市场最大的胜利者。这就像做股票，大盘见底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你手里筹码的数量。未来你的资产能够膨胀多少倍，就看你在市场低点的时候能够占有多少市场份额。重资产的高科技企业过了艰难的第2阶段，就会来到第3步。第3步就是完全淘汰区域，谁既有科技实力，又可以大规模量产，谁就能统治赛道。就像当年苹果从1984年生产出第1台 Macintosh 电脑，到2007年推出划时代的 iPhone 手机，前后33年，扣除乔布斯被放逐的12年，苹果花了20年左右的时间来进行研发，来等待技术的成熟。这20年时间，一方面确立了苹果在行业内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让他有话语权说，我就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如果这个产品失败，我整个苹果就退出市场。只有乔布斯这样力挽狂澜的人物，才能够完全不理会华尔街和吃瓜群众的冷嘲热讽，带动企业走向辉煌。现在特斯拉就很像 iPhone 发布前还在黑夜游荡的苹果。那到底什么样的研发才能闪耀如横空出世的 iPhone 呢？是充电桩，还是3电系统，亦或是人机交互？特斯拉在这些技术上创建了行业标准，却把它们向全世界开源。难道马斯克不知道这会给特斯拉培养无数的竞争对手吗？其实从一开始，马斯克就没认为电动车技术是高科技。如果你把特斯拉看成一个纯电车制造企业，你就会理解为什么马斯克要参与中国电动车市场的价格战，把价格打到比汽油车还便宜的水平，把电动车普及到全世界的2、3线城市，做平民化的市场才是制造业的必由之路。不过，一旦你走乡村经济这个逻辑，你就不要想股票能够5倍、10倍的涨幅了，因为它不具备吹嘘的潜力，不具备那个遐想的空间。你只是福特那样每股价值12美元的制造型企业。那为何特斯拉的股价能够维持在180美元呢？马斯克早在公布所有电动车专利时就显露了他的雄心壮志，他并非盲目行事，而是早已规划好了未来。他借助中国的制造实力，旨在推动电动车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取代传统的燃油车。然而，这一壮举并非单凭特斯拉一家企业之力可为。要想在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并甩开竞争对手，仅靠造车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另一个核心领域——自动驾驶 （FSD）。人工智能是未来国家竞争的核心，而在工业化进程中，自动驾驶技术则是人工智能的最终体现。我们这里所说的自动驾驶，并不仅仅意味着一台汽车搭载的智能软件，所有不需要人类干预的，能够替代人类独自进行决策并正确完成任务的人工智能方式，都可以称为自动驾驶，包括工厂中的机器人、家庭中的生活辅助机器人，甚至探索火星的生物机器人。这些技术按照复杂程度可以划分为不同等级。在汽车自动驾驶领域，目前人类正在努力实现 L3 级别。第一个实现 L3 级别自动驾驶的国家将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而第一个掌握了 L3 级别自动驾驶技术的公司将成为跨越工业和科技领域的巨头，其股票市值可能达到数万亿甚至10几万亿美元的水平。那什么是 L3 等级的自动驾驶呢？简单的说，首先，车辆在非极端情况下可以自主地从 A 点到 B 点，无需人为干预，但此时仍需保留方向盘，以便在极端情况下人类驾驶员能够介入。其次，如果因自动驾驶系统判断错误导致事故，
责任将完全由生产自动驾驶系统的厂商承担。根据这个定义，目前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实现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包括特斯拉和 Waymo。只有当特斯拉能够量产符合 L3 级别标准的自动驾驶电动车时，才能真正摆脱魔鬼地狱式的财务报表。因此，在特斯拉的这个投资里面，应该有2类人：一个是做企业做投资，一个是炒股票做投机。如果你属于第一类，你就应该在过去的几年中时时刻刻关注公司的研发投入和效率，而不是被股价的短期波动所左右。乔布斯曾经说过，我花20亿做的投资可以比别人花200亿做的投资更有效。所以研发并不是单纯看投资，还要看研发效率。所以如果你持有特斯拉的股票，你关注的是什么？是量产的情况，是工厂建设的进度，还是过去10年的研发投入是否持续增长？当你的思路清晰时，你就能更好地理解特斯拉的未来，这才是真正的投资。如果你只是听新闻和华尔街分析师的看法，在二级市场或衍生品市场进行短期交易，那你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投资者，只是在追逐波动较大的动态股票而已。巴菲特说过，当大潮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科技行业只有稳扎稳打，一门心思搞研发的企业才能笑到最后。汽车能否变成汽车人？擎天柱能否一柱擎天？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公司，目前看只有特斯拉。所以广大特斯拉的投资者们，你们不仅仅是一家伟大公司金融投资的参与者，也是汽车和能源行业变革之旅的一部分。从2008年到今天，特斯拉的崛起不仅代表着电动车市场的成功，也象征着可持续交通和可再生能源的革命。尽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挑战和质疑，但它始终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坚韧和决心。从克服生产瓶颈到革新电池技术，特斯拉展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的能力，履行着一个又一个的承诺。随着继续扩大其产品线，包括人形机器人、太阳能解决方案和储能系统，投资者可以期望看到公司投资组合的进一步增长和多样化。正是这种使命感，让我们坚信特斯拉不仅仅是一家汽车公司，它是一个梦想的缔造者，象征着人类对于科技的不断探索和进步。投资特斯拉就是投资未来，投资一个更加环保和繁荣的世界。